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。我跟涛神今天在北京的老金港赛车场，然后呢，在门口的这个草地里，然后发现了一个狠货。刚才我们俩就跟溜菜市场似的，满处瞎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发现那个是一台退役的 CDCC 的冠军赛车，而且是当年超级杯的冠军赛车。咱们先说结论，这辆车1马力1万块钱，多少马力啊？400，就是400万呗，轮上400。对，这辆车当年的造价就是400万。咱们可以先简单的看一看这个车，它是一个当年还没有 TCR 的，那个年代真的没有 TCR 的，或者说那个年代是刚刚有的 TCR。所以这个是凌驾于 TCR 之上的，这是更像是早年的 WTCC 的那个超级杯的车。所以轮上400马力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发动机舱里面全都是这种航空插头，有中文的。当然这个中文是后面机械师、工程师填的，就是哪儿有问题直接啪啪啪就换哪儿就知道。假如说哪儿报故障就直接换，这个是特别高效的。但是呢，它不费钱。这您细说。因为它整个的这个集成电脑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电脑特别别致？看到了啊，上面都有这个散热啊，什么怎么样？对，而且是一个博士的赛车款的电脑。其实可以说，就是这个 TCC 就 Tuning Car 的这个概念，也是在这个超级杯赛车之后才奠定了有 TCR 赛车出现的这个基础。对，是的，就是因为当年这些车，包括 WTCC，它太贵了，太贵了之后才会出 TCR。TCR 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原厂的发动机，然后带铅封，然后进去，然后做一个程序，轮上350马力。它这个可以无限大啊，因为这个不是2.0T，这是 1.6T，1.6T 轮上400，有一颗这么大的涡轮在里面。对，所以你看前面有前叉定风，然后整个水箱的散热，这边是中冷气的散热，就是它会分得非常详细。然后你可以看发动机特别就是偏前轴了，然后特别向后躺，包括塔顶，就是这个车架全是重新做的。你看这塔顶整个都是这样的，对，所以就是它自带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倾角，然后整个后面也是独立悬架，是管震式的。所以就这个车在现在看，你可能觉得它放在这个当下这个环境下，你觉得它其实是有点像那个破烂的感觉。对，但实际它是一个精品。所以说现在整体来说，比 TCR 一台车可能100万出头，它却贵了它将近3倍。所以说这个价格上来说，多出来的东西全是研发成本，还有一些当年零件的这些开发成本。对的，是的。然后比较贵的几个点，第一是悬架，你可以看它的刹车也比较别致。看到了啊，它刹车就完全是一个带碳纤维背板，然后后边导热槽的这么一个，对。然后这块比较别致，然后发动机整个的电控，你看它包括它上边上盖都是 CNC 的，这整个的这个线控、电脑、波箱，整个这一套就是真的还是挺昂贵的，这个发动机其实是发到英国做的啊，然后它做完这个发动机回来就能有轮上400马力，所以说是一个怎么说一个运动部的整机，就是起亚现代的运动部的整机来的，所以这个车做成这样。然后当年在超级杯，我印象中啊，跟福克斯，北汽的绅宝，上汽的零度，还有它，当年是几个厂队，群星争霸的那个年代。对，而这台车也没有贴名字，你猜的它应该是谁开的车？当年的车手有叶红利、张志强，还有邓宝维。我觉得这个车况这么好的情况下，应该是邓宝维的，因为邓宝维开车，当时比较爱惜。那你的意思是叶红利跟张志强不省车呗？不是，那是1号车手跟2号车手肯定是冲锋陷阵，没错，打仗的呀，对吧？人家宝维靠后一点，然后可能人家就是为了拿那个积分的。没错，这个车主的任务也不一样。对，每个人车手在车队里的角色扮演是不一样的。有人是这个冲锋陷阵的，有人是保家的。所以说这样一个东西现在就停在这个不能说废弃停车场嘛，就停在了这些赛车场围场后的这个停车场里。对，他现在呢其实是被那个北京日亚车队的老板买回来了。老板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赛车的一个铁杆车迷，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车就应该留在自己手里，哪怕不开，天天看着它，也是一种青春的回忆。没错。然后刚才跟我说呢，手慢了，拍大腿了。那个福克斯前2天也流出来了，然后没拍着，刚才正后悔呢。这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你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嘛，自己设计。买这样一台退役的冠军赛车，你现在可能保养上去跑也是非常快。对，而且你知道，就是从人家当年的那个有投入研发的费用，然后投入真刀真枪的金钱去做的车的时候，你就现在打开，你现在看它不落实。而且你对于现在这些咱们普通玩家改车也能借鉴很多东西，对吧？假如举例，
这个缓震块，虽然这个缓震块现在坏了啊，但是就这个好的时候，这种缓震块的设计，包括你的航空插头的设计，包括你 CNC 的上缸盖，包括你的油壶放在里边，整个的布局，都是能够有很好的借鉴的功能，包括你的这种轻量化的这种发电机，对吧？其实这些东西你放在现在来说，它也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。没错。去试车吗？试车试不了啊，这个刷脸拍这车就已经很厉害了。OK，那么本期视频就这么多了，拜拜。